两期视频，我们通过全景地图成功破解了罗斯镇两大家族的彩蛋之谜。这期我们再次通过全景地图的指引来到了黑水镇。这座城镇不仅在一代里出现过，甚至亚瑟所在的范德林德邦也在黑水镇犯下了重大的抢劫案。一代中的约翰也从这里开始了他新的故事，而尔星也在这里放置了很多骇人听闻的秘密和彩蛋。在凌晨6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段，你有几率会在酒馆里遇到一位陌生人，他会告诉你，在这几年里有一名女子在镇上借住了一段时间。而这个人比较奇怪，整天足不出户待在旅馆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导致旅馆的住户经常去投诉，这让老板很郁闷，给了钱又不能封他走。可其他住户这样老是来投诉也不是个办法。但好在这位女性并没有住太长时间，在某一天的晚上就离开了。在她离开的那天晚上，旅馆的客人听到了这名女士曾住过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特别奇怪的声音，甚至还有人看到她曾经蹲在黑水镇杂货铺的屋顶，看起来像是在写什么东西一样。不过到了第二天白天，居民都开始出来工作，也没见什么异常，这个人也就没当回事，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说镇子里最近发现了几处奇怪的文字，没人能解释他在表达什么，所以这些文字就被黑水镇的居民编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故事流传了起来。听到这里，我感觉有两处特别奇怪的地方，比如说这位女士的房间里奇怪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弄出来的，还有她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写下的文字又在表达着什么。通过调查，我在很多地方找到了这些字画，而星绝不会平白无故地造出这么多无厘头的事件，而这些神秘的文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些神秘文字背后的秘密。首先，在游戏里，这个神秘字符标记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记录，这样在约翰的日记里就能有一个正确的字符顺序。从字形来看，这份可能是一种象形文字，但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符号，而且内容上都是用5个重复的符号组合而成。为此，我在网上开始大量查询类似的资料，后来才发现，这些图案源自阿兹特克历法时。公元1790年，在修整墨西哥城的一个教堂时被发现。阿兹特克太阳历是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历法，他们认为一年有18个月，每月20天，历法时中有20个浮雕形成一个环状带，它们分别是短臂鳄鱼、风、房子、蜥蜴、车等等，分别表示阿兹特克人宗教日中的20天。接下来，我们将之前搜集的5个重复图案与历法时的图形进行对照，发现它们与历法时的前面几个图形一致，分别是短臂鳄鱼、风、房子、蜥蜴、车。那么记录的图案就是历法时中的前5个。随后，我们按照历法时的顺序对图形进行编号，就是数字1到5，在日记中给图形标记对应的数字。最后，我们还需要将数字转化为实际的信息，这里要用到棋盘密码，是利用波利比奥斯方阵将字母转换成2个数字进行加密的方式。破解的时候需要用到棋盘方阵，比如数字53。我们在标准棋盘表中找到横坐标5和纵坐标3的交汇点，我们就会得到字母 X。我们将之前的笔记中图形对应的所有数字进行排列，就会得到一串数字。再用棋盘方阵进行转换，就会得到这样一句话 ：These are the peacemakers at Aton。翻译过来就是和平使者阿尤特奥特是神圣的。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依然很懵逼，他其实就是荒野大镖客1代 DLC 亡灵梦魇中的女1号阿尤特奥特。在剧情的最后一章，女主角要求约翰归还面具，在归还之后，这个女1号对约翰说：“我的名字是阿尤特奥特。”随后便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出现过。从这名阿尤特奥特说出的话当中可以看出，而星也从侧面描绘了他的身世，好像并没那么简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面具可以在《荒野大镖客2》的黑市中找到，而在2代的某个时间段，有个人把这个面具激活了，然后就有了1代的亡灵梦魇。因为2代是1代的前传，在亡灵梦魇剧情的尾声会出现这样一段动画，这个面具再次被人盗走，而拿走面具的人正是1代中我们非常熟悉的玻璃眼珠男。那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荒野大镖客2》继加文之后又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未解之谜。这里咱们大胆推测一下，很可能会在《荒野大镖客3》中给出我们最终的答案。因为星绝不会把《荒野大镖客3》的故事线放到《荒野大镖客2》之后，很大可能会延续《荒野大镖客1代》的故事继续向下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荒野大镖客2代》是1代的前传，2代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慢慢步入了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星有 GTA， 所以它不会往现代文明这方面进行发展，只能往以前进行发展。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打出你们的看法。